黑色星期五市场遭血洗 ，BTC 下杀至61K，ETH 跌破3000。各位，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美股、加密货币跟全球股市的下跌，如果你看见社群朋友在传是因为非农就业指数不如预期的关系，而把它当成像过去2年某一个利空的其中一个，那你可能要小心了。因为上个礼拜五最严重的一个总经数据，其实还有美国节节攀升的失业率，它甚至已经触发了号称能够100%预测经济衰退的萨姆规则的指标了。到底这个萨姆规则是什么？它有没有那么的精准？它除了影响美国经济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比特币市场？我们今天会帮它整理一下。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每周一晚间7点，我们为你整理加密货币市场上星期最重要的焦点新闻，以及本周即将发生你必须提前留意的重点事件。如果这个系列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们按个小力的赞。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美股大泻，比特币滑进60K， 英特尔股价历史性的暴跌。上个礼拜五的暴跌，想必你知道，投资任何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加密货币、台股或美股，都深深有感触啊。美国股市周五大幅下跌，主要是因为7月份的就业报告远低于预期，人们开始对经济衰退陷入担忧。科技股指数下跌 2.43%， 从近期的历史高点已经跌幅超过 10%， 也连带让加密货币市场大幅下跌。比特币下杀至挑战6万大关，以太币更是已经跌破了$3000哦。那具体来说，这个是美国礼拜五，就是台湾时间晚上8点半的时候公布的非农就业人口这个数字啊，仅新增了11.4万人，远低于预期，并且它让原本经济学家预测的失业率应该是4.1%，直接上升到4.3%。我们在前一周的周报有提到，就是大部分我们在等这个总经时程公布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看说，它更有可能会让联准会提前降息或者是延后降息。可是这一次，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认为说9月降息是已经板上钉钉了，反而是大家开始在担心，如果这个失业率再居高不下的话，美国有可能就不是通货膨胀不膨胀这个问题，而是有可能走向经济衰退哦。结果呢，果不其然，这个失业率的攀升就直接是远超人们的预期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新闻用词都不一样了。他说，投资人不禁担忧联准会需要在9月采取降息2码的激进措施，以挽救经济。现在我们在数据上已经可以看到，预期9月降息2码的几率已经接近70%，到年底甚至有降息5码的降息幅度。你看，过去我们都是期待说，这个降息的幅度越大，降息来得越快越好，因为降息就是市场上的活水可能会变多，资本市场可能会上涨。但是呢，这边投资人开始变成担心它降息要更多。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真的就是很难搞，就是明明就同样的事情都是降息，但是投资人有可能会觉得说啊，降息市场会涨，然后它就涨。那投资人也有可能觉得降息市场会跌，所以市场就会跌。那同一个情况，投资人可以有2个不同的观点，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基本上的差距就是在投资人是否认为经济能够软着陆哦。软着陆就是说，现在的经济能够在稳健的情况下降息，在稳健的情况下让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那资产就可以上涨。如果是在这样子的 scenario 的话，那降息大家就觉得是利好市场。可是呢，如果说现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它可能意味着真正在做事的这些公司，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找新的员工，甚至他正在裁员，经济本身的问题就出了状况。你这有再继续的印钱，就只是一堆虚的钱，经济的衰退依然会发生，没有办法做到软着陆的情况。而从市场对于这一次数据的反应与以往不同来看，很有可能投资人已经从乐观的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变成开始在怀疑有没有可能恐慌萧条或者所谓的泡沫经济有可能要再次的上演。而事实上呢，美股的经济泡沫已经不是大家第一次提到了，只是可能过去几个月，当有人在提美股终究会泡沫啊，科技股涨太高啦 ，AI 根本就还没有实际的价值，已经涨太高，早晚会泡沫。当之前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人们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重视了。这篇新闻美股要崩了，分析师抛2大警讯，熊市即将开始。随着上个礼拜这个带领美股今年屡次创新高的这些大型科技股，他们的财报爆出来好坏参半的情况下，当这些科技股开始震荡，这个礼拜呢，一些大盘指数已经开始停涨下跌之后。这个礼拜，这个加拿大的研究机构 BCA Research 的首席新兴市场策略师也发表了一个报告，叫做"场外现金不多了"，警告大家说美股可能很快就要触顶，熊市将开始。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它举了从198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这个场外现金啊，场外现金的概念就是现在随时准备进去买股票或者是买各种不同资产的 cash 的数量。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超越了当初在2000年.com bubble 的场外现金的低点，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市场下跌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现金可以接这个刀子，也就是说，瀑布跟雪崩可能就在面前了。
因此他说呢，由于可投资的资金比例偏低，再加上现在的美股的估值过高，可能会成为这波由 AI 驱动型的股市涨势的转折点。因此他推荐大家说，现在你可能要配一些债券，或者是配一些适当部位的是美元现金啊。除了这个 BCA Research 以外，这个知名的黑天鹅基金 Universa 的创办人也曾经警告，美股早就已经处在人类史上最大的泡沫，将迎来最后的狂欢哦。而且他就是这样说，一旦联准会降息开始，市场趋势有可能扭转，大量的卖压将随之而来，届时美股市值将蒸发大半。有没有？我们每一天在讲，大家都在期待降息，期待降息，期待降息。但是呢，看空的分析也是告诉你，一旦降息开始，黑天鹅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这个我想也真的是投资上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降息这件事情是会让市场涨还是让市场跌？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它当然会让市场涨，但是随着你对市场了解的更深，你会发现那也是有前提的啊。那不止美股的情况啊，台股也是在上礼拜五迎来了史上最惨的一天，写起了1004点，创下了台湾历史上单日最大的跌点记录。台积电更是单日跌了接近6%，非常的严重哦。而接下来这则消息重点哦，之所以这一次的数据这么的严重，你可能觉得说，其实过去的几个月也有很多人在提醒哦，可能要泡沫啦，哦，可能这个总经数据不好啊。为什么都没有迎来这么大的恐慌？原因是上礼拜五美国的失业率来到 4.38% 这件事情，已经触发了所谓的萨姆规则啊。萨姆规则霸榜美国热搜，美国失业率增至 4.3%， 衰退的交易来势汹汹。这个萨姆规则呢，是来自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做 Claudia Sahm， 他观察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失业率的情况，只要它达到近期3个月的失业率的平均值高于过去12个月最低点的 0.5% 以上，那它就称为触发了这个萨姆规则。而在过去的所有数据跟历史记录里面，只要触发萨姆规则，那美国经济100%会走向衰退。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macro 的这个图哦。上一次触发萨姆规则是在2020年，是这个 COVID-19 的市场崩盘。再上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再上一次呢是2000年的 dot-com bubble， 然后在过去的1990年、1982年。每一次只要触发萨姆规则，接下来经济就是会崩盘。它是一个如果历史会重复的话，已经宣告了美股即将走入衰退的一个预言了。也因此呢，原本都非常乐观的这些华尔街的投资人跟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说，是不是美国真的印了太多钱，并且我们太晚开始降息，失业率什么的，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这是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的事情，但是先不用太紧张。我们看这一篇啊，美国的衰退指标萨姆规则今天将触发，已经触发了。但是呢，我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Paul Krugman 说，先别慌，这个是在星期五之前就已经出来的一篇报道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 benchmark 非常重视哦。在他已经快要触发之前，他就已经去采访了这个萨姆本人，问他说，那这个如果说他触发了，是不是就会进入衰退啊？这位现任是 New Century Advisor 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说，虽然说萨姆规则可能会触发，但这一次可能会失准啊，因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几年美国的经济并没有依往常的经济衰退跟复苏形态在进行，也就是说这一次不一样啦。他指出，最近的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升高，很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力的扩张而驱动，移民增加最大的因素，所以这个指标的效力有可能会受到扭曲。而他也采访了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Paul Krugman 的评价，那他的想法也是类似的。他表示说，许多人是最近新加入的美国劳动力，其中移民是最大的因素，而且它并非唯一因素。除了之外，还有职缺数很多与远距上班兴起的某种组合，导致了目前美国的身障人士或聘用或找工作的人数上升。他表示，新进入的劳动者跟人在职场的摸索者，通常这群人的失业率会比现有劳工来得高。所以说，近期的失业率攀升，可能一部分反映了摩擦性失业，而不是经济减弱。好，这个就让这个曾经读过几年经济系的我替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之所以萨姆规则可以用失业率来预测经济衰退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失业率通常反映了这些公司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所以他们开始要裁员。那他们裁员裁得越多，失业率上升，也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公司赚不了钱，经济可能会进入衰退。但是呢，这位经济学家主张说，现在的失业人数上升，并不是因为公司在裁员，而是有太多的新移民进来在找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职缺是你可以是一个残障，但是你可以远距上班，所以你也开始找工作。就找工作的人突然变多了，但他们并不是来自被开除，或者是来自原本可以赚钱的事情不能赚钱。
它纯粹就是找工作的人变多了。那这样子的失业率上升，就不是来自于经济衰退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失业率从 4.1 到 4.3%，在这一次触发了萨姆规则，也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不晓得这个系排70几名的这个同学的解释，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啊？如果听不懂的话呢，我们来听听高盛分析师的说法。高盛也反驳了这个经济衰退论，并且他提出了3个理由，不必过分担心美国的失业率问题啊。其中的第一个跟前面2位经济学家讲的很类似哦，他说这次的失业率上升打破了历史的常规模式，他们观察到这次失业率上升并没有伴随着常见的裁员率增加。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的经济并没有陷入失业跟收入损失导致的消费减少，而这个消费减少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公司的销售量又再变少，很有可能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引发更多的失业问题。那高盛认为说这件事情他们是没有看到的。那第二点呢，跟前面提到的一样，是这个是移民的涌入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以及高盛还提到了第3点他说尽管劳动力的需求确实有所减弱，但是现在的情况，联准会拥有足够的降息空间，能够在必要的时间迅速采取行动，以支持经济增长。什么意思呢？就像在 COVID-19 发生的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过去的经济衰退几乎都发生长达1年以上的时间，可是在 COVID-19 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股价只暴跌了几周、1个月以内，市场就开始慢慢的回温。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就使用了很强烈的货币跟财政政策，就让市场救起来了。高盛的意思是，因为现在美国利率高达5个百分点以上，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大不了我直接把利率降到0，直接降到负利率，它完全有这样子的很大的空间去大刀阔斧的改善现在的经济环境。所以即使它真的有问题，我们也有解药，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这个说法其实也跟萨姆规则创立人 Claudia Sahm 在受访的时候说的观点不谋而合Claudia Sahm 甚至在访谈里面提到说，如果说经济衰退真的来临，其实联准会完全有资格在9月之前就说我们要提前降息做这样的事情。就大家现在在等9月能不能降息嘛？如果说今天问题真的发生了，联准会如果想要的话，他完全可以用一个紧急的规则说我们要提早降息来救市场，所以他们的观点都是相对不担心的那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样子的，你知道，他们有一些自己立场的，无论他们是投资人，或者他们就是华尔街的老板，或者他们可能受雇某个单位的首席分析师，他们除了表达他们真实的观点以外，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想要安抚市场。但是我们自己作为投资人，我们的钱要怎么放，还是要我们自己的想法。那这样我就很好奇各位观众的想法。如果你是一个有投资美股的投资人的话，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是比较接近这个 BCA Research 的分析师认为，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暴跌边缘啦，场外现金已经不多啦 ，AI 已经涨太高啦，已经泡沫化啦，就不要太过于乐观。还是你是站在高盛的分析师这一派，你觉得现在的市场就是不能跟以前的市场同一而论，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是一个大选之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财政部、我们的联准会也是有足够多的武器可以拯救这个市场，不用太担心。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而之所以我特别提美股投资人，而不是就是说任何投资人，就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偷偷的希望，比特币市场如果在这一轮，即使美股真的要走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下跌，希望它能够扮演一个数位黄金的角色，能够撑住，甚至逆势上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呢，让我们聊聊几个关于比特币市场的一些新闻首先，第一，我想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恐慌跟贪婪指数你看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真的是很疯狂。昨天大家还在贪婪贪婪指数是57，今天才1天的时间直接暴跌20，直到恐慌的37。这个总体经济的数据出来，大家就直接从we're so back， 然后就we're so screwed， 很多的恐慌卖出，也就导致了比特币的价格在周4、周5的时候也是跌了不少。但是呢，不止如此，比特币在周5会下跌，还有另一个原因Mt. Gox 的钱包又流出20亿美元比特币，分析师表示赔付的作业近尾声。我们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之所以比特币市场会在中段的时候开始下跌，有个最大的原因是德国政府开始卖比特币，以及 Mt. Gox 真的开始赔钱。那这件事情除了社群上的恐慌情绪之外，当然还有这个钱转出去的时候，他把它卖掉，在市场上的砸盘的问题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是，如果说今天德国政府跟这些 Mt. Gox 的债权人他们正在砸盘，那比特币跌合理。但是如果他把钱砸完了，大家看得到这些钱包里面的比特币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归零了，那是不是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空已经出尽了呢？正好加密货币的世界，我们就是都能随时追查到在 Arkham 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的链上数据平台，我们就可以直接追踪到 Mt. Gox 他们的钱包你可以看到在7月31日的时候呢 ，Mt. Gox 已经转出了他原本钱包里面还有8万颗比特币，现在剩下3万3000颗，转出了超过一半的比特币。
在这一天的时候，他进行了很大量的赔偿哦，也就是说周四周五的下跌，除了跟着总经以外，有一部分也是债权人可能正在砸盘。而链上分析师于静也表示呢，当时的 Mongox 的钱包地址仍有46000颗比特币，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剩33000多颗啊。而执行赔付的交易所当中，也只剩下 BitGo 尚未收到比特币的转账，预计他们还会有1到2次的转出，整个赔付作业就会告终。也就是说，他砸完了没？没有，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结束？我们已经看得到终点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总体经济对比特币市场的影响非同小可，没有人说这个赔钱赔完之后，就是比特币所有利空都出尽。但你不可否认的事情是，当一件事情如果是利多，它在出尽之后有可能会迎来下跌；那一件事情如果它足够利空，它在出现之后，也很有可能会是想要分批进场的人值得关注的点。下一个我们看到，川普在比特币大会2024年的演讲全文整理，将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解雇 Gary Gensler。这个是上个礼拜比特币大会迎来历史上最重量级的嘉宾，前总统也就是现在的总统的这个共和党的提名人 Donald Trump 来当这个嘉宾哦。那他的演讲全文非常的长，你可以想象他在比特币大会上面的讲话，大部分都是对比特币的一些好话。那这个 Odaily 有把它整理的比较完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只带大家看一个最后的小重点哦。他这边提到，随着他们要实施的改革，比特币跟加密货币会推动美国的经济成长，巩固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并且他们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增强国家的实力。他提醒大家，许多的美国人不知道，其实美国政府本身就是比特币最大的持有者之一。事实上，上个礼拜美国政府在卖币，很多人就在说啊，这个是拜登在搞川普，就是他在捧比特币，所以他这个在市场上砸盘。然后呢，他提到了联邦政府现在拥有接近21万枚比特币，占总供应量的1%。但长期以来呢，美国政府一直在违反每个比特币爱好者都知道的基本原则，那就是 HODL。OK， 对吗？川普说他怎么能理解这一点，然后他就喊出了永远不要卖掉你的比特币。想必这个台词大家都有看到了，川普告诉大家说不要卖掉你的比特币。Never sell your Bitcoin, right? 想象你在，哇，我现在都很难想象。我刚开始做这个加密货币影片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啊，没有机构用你啊，没有国家用你啊。现在这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告诉你，不只是你可以使用比特币，他告诉你的是永远不要卖掉你的比特币。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也会说，特朗普的比特币大会承诺可信度有多高啊？川普他这个上任前喊出了一个政策，然后上任之后不一定会实现，这个当然是真的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就很相信川普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哦，他因为挺比特币，所以我就无能要挺他。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华尔街的巨头、这些政治领袖跟这些政治巨头，他们对比特币的态度绝对是越来越倾向友善，而且这个友善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下一则新闻是我觉得我这个礼拜看到很疯狂的一个新闻啊！美国历史性的一幕，比特币战略储备法案正式提交，拟使美国政府购买总供应量的5%。各位，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美国的这一位参议员， OK，please meet Senator Cynthia Lummis。他提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要有比特币战略储备的法案哦。其实一直以来，这些比特币的信仰者都在说，比特币就是数位黄金。那有一些比较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也会说，如果说比特币是数位黄金，而各国政府他们会储备黄金作为他们的储备资产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政府也开始储备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呢？就像曾经你会觉得比特币 ETF 是在做白日梦一样，我们曾经也觉得说，各国政府储备比特币当做这种资产储备是在做白日梦。现在这个白日梦似乎没有那么白日梦了，因为它真的提交上去了。这个8月2号热腾的新闻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财经报社，共和党籍俄亥明州的参议员 Cynthia Lummis 正式提交了这个比特币的战略法案，将指示美国政府为这种稀缺的去中心化资产设立储备基金，并且他希望美国购买比特币总供应量的5%作为战略储备资产。我看到几个新闻的报道，他几乎都是在讨论 Lummis 他要如何去让美国政府买这个比特币跟持有这个比特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 Cynthia Lummis 他要提议美国政府做这件事情？美国政府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用比特币来解决？比特币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在这个 The Bitcoin Layer 的影片里面，他们有采访这一位参议员，我觉得他讲的是比较详细的，只是在这个周报里面我没有办法太完整的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说，我就把这个影片可能翻译，然后讲一下我自己的概念。基本上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就是认为说，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它是金圆券之类的概念，就是它不是储备真正的黄金，它储备了一些金圆券，他觉得那些黄金的券应该要拿去买真正的比特币，
然后 cold storage 冷储存在美国的能够掌握的地方，并且拿来跟黄金一起来对抗现在美国发出去太多的钱跟美债。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比特币作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强，它的价值上涨，这个有可能是美国现在对抗外债太严重的唯一手段。而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还算是八字刚开始想要撇一撇，还完全有可能会不实现。但你可以想象的是，它就像当初的比特币现货 ETF 一样，虽然说它听起来更难实现，但是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能够上路的话，你知道比特币的走势会如何？下一个我们看到南美首例，阿根廷批准了第一家比特币设立公司，初始资金约$500，有望吸引更多企业。好，看一下另一个国家，阿根廷的司法部已经批准了他们首家以加密货币资本来成立的公司，它以 Bitcoin 跟美元稳定币 USDC 为资本注册成立。此事代表着阿根廷企业界在加密货币采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你说一间公司它使用比特币当做注册，而且这个$500，它能不能让市场涨或者让市场振奋？可能不会，但这个就是我们尤其是在熊市的时候会一直说的。即使你发现说现在市场上跟币价涨跌有关的消息，我们找不到太多利多的，但是在基础建设、企业采用、在政府采用上面，总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很多默默的采用越来越多的新闻出现。好，分享给大家。另外这边也补充一下，川普在前2天也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提到，美国现在的$35兆的外债有可能可以用整合比特币的方式来处理。那很显然，这段话被这个 Kamala HQ 给这个揭露出来，贴在他们的推特粉专上，说明他现在的竞争对手民主党贺锦丽根本就觉得这句话是个玩笑啊，所以就很有趣。现在美国的候选人，其中一边是觉得说，哇，比特币是无敌的，比特币超棒，我们要拿比特币当储备，比特币能让美国更强。然后另一边是直接把他说的话直接截取出来笑，所以听起来民主党还是没有那么喜欢的比特币，是这样子吗？即使民主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喜欢比特币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管它。俄罗斯通过了2项加密货币的法案，挖矿合法化，允许用于跨境支付跟对抗制裁。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现在还在打乌克兰，所以他接受到了国际的一些制裁，所以这个金流的问题可能会被冻结。但是呢，这些国际制裁动不到比特币、加密货币，这个是去中心化挡不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俄罗斯他们现在越来越轻加密货币，他们不但是轻跨境支付，也开始把原本违法的挖矿给合法化，取消了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组织数位货币流通的条款，但同时引入了加密货币广告的禁令所以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可以控制人民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必须要允许人民越来越懂得熟悉使用加密货币，无论是挖矿或者是支付下来我们看以太坊以太坊现货 ETF 首日净流入，灰度 ETH1 卖压减缓，有望纳入机构投资组合随着这个以太坊现货 ETF 的上市，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一个，如果跟比特币现货 ETF 对比的话因为比特币它是说12天之后可能是低点，以太坊现货 ETF 是7月到22号吗？如果说抓12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抓8月4号左右。我们可以过几个礼拜之后再来看一下8月4号是不是以太币近期的低点。这个答案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灰度的 ETH1 卖压已经减缓，并且迎来了第一天的总流入流出是一个净流入的情况虽然说在净流入之后，随即马上就因为美股的关系，就是也是开始流出，并且呢，以太币的跌幅确实也比比特币大，因为我们知道以太币本来的波动就比比特币大。随着现在科技股的恐慌以太币比起比特币更接近一个科技网络业的一个资产，而不是数位黄金，它的走势可能会被美股科技业连累的更多，所以投资上可能还是要更加小心。如果这一波美国真的没有说进入衰退的话，也许在到时候的低点分批买入便宜的以太币，可能还是更稳健的方式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利多，就是贝莱德说可预见的未来里面不会有其他的加密货币 ETF。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的 Solana 跟以太币的这个对决就是可能下一个 ETF Solana 就要出来了，但是贝莱德这边稍微浇了个冷水他说未来只会有比特币跟以太坊符合 ETF 的交易标准，尽管 Solana 被看好，但由于缺乏 CME 的期货，现在的 ETF 申请是会面临障碍。而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这个美股的投资人他们开始想要布置一些加密货币的资产，除了比特币之外，他们唯一能够更简单配置的还是就是以太币了。好，本周前瞻的部分，这个礼拜的2到4就是这个亚洲最大的这个区块链峰会之一 Asian Blockchain Summit 2024的，就是在
明天到后天在南港展览馆哦，现在买票还来得及。这次来了 Vitalik 唐凤哦，阿南德，你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看到他的这个 agenda， 其中 Vitalik 会在第3天的这个9点45分的时候上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看 Vitalik 的话，你在礼拜3买票都还是来得及的。那因为它的票价比较贵一点，所以我们有跟 ABS 官方拿到5折的折价券。有兴趣来的同学可以在下面的说明栏跟置顶留言找到这个5折折价券跟购买的链接。礼拜4当天我应该也会去啊，如果有看到我的朋友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可以拍个照。那另一个呢是我们的练习生的加密货币新手课程，我们邀请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师啊。8月16号，我们会跟这位斜杠理财自我成长的亨利温 Henry Wen 哦，他是我少数有在追踪的理财型的粉专，他的内容非常有质量。我们跟他合作了，我们一起合开一个给上班族的币圈稳健投资课，完全免费，只要到练习生的官网上面免费注册之后就可以免费报名。因为这个实体课程那个教室的大小有限，所以我们会把链接放在下面。有兴趣学习这个上班族的币圈投资，或者是你刚好也是亨利温的粉丝，可以来粉丝见面会一下。大额解锁的部分，这个礼拜5这个游戏币 IMX 有 2.11%， 高达4000万美元的解锁量。而这个游戏的代币啊，这个之前是在币安还是 OKX-IEO 我忘记了，同一天它有高达接近7%大额解锁量啊，它是这个900万美元哦，可能它这个币的市值相对小一点哦，但是这个7%的趴数是比较高一点的。那持有这2档币的同学可以在这边留意一下。通常如果在整体的市场下跌的情况下呢，大额解锁可能意味着这个供给量上升，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市场的砸盘更严重。但是呢，也有可能项目方会在那天的前面1-2天左右的时候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本周关键的总经数据时间呢，以这个礼拜来说是美国是还好，那我们先提醒一下下个礼拜的，因为上一个礼拜的太严重了，我们就先讲一嘴之后的。这个8月14号，也就是下周3的时候，美国的通膨率跟核心通膨率会公告。那这个通膨率通常如果是高于预期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比较容易让联准会降息，但是现在大家已经认为说9月降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不确定现在在这个大家恐慌经济衰退的时候，如果通膨率还是高于预期，会不会有可能会带来进一步新的恐慌啊？这个我们这2个礼拜如果有相关的消息，我会补在下周的周报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那事实上，这个萨姆规则的这个触发，我感觉是现在华语圈好像讲的比较少的一个资讯，但其实在美国，其实他们的讨论度是蛮高的。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有2个依旧难以肯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的萨姆规则会不会就像之前一样，就是一样让我们的经济衰退，还是像部分的分析师跟经济学家认为说这一次不一样？而另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一次一样的话，比特币有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就像所有信仰者心中一样的，它就是数位黄金？今天你股市衰退，任你衰退，我比特币就是屹立不摇，甚至往上。你会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吗？还是你觉得如果现在真的要进入经济衰退，比特币跟加密货币市场只会跌得更惨，没有安全的任何可能性？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都是真钱在里面玩的啊，我自己当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可能要花更多的影片的篇幅才能跟大家分享，所以期待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多多交流讨论。好了，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用频道让舆论成长，让我们讲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底下留言区留言我。你知道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